上一期我找村民兌换了一本精準採集的附魔書，然後前往灾厄蔣方船挖了一個味道式的刷怪龍，再通過神話模組的調節刷怪龍功能和惡意吸收寶珠，成功實現了通過擊殺味道式刷綠寶石，並且味道式不會還手也不會增加惡意值。那麼神話起源第4期直接開整，看完我的視頻你上你也行。上一期不是小刷了一會，味道是刷了1000多個綠寶石塊嘛，可以開始換50加元了。這邊10個綠寶石塊可以換80個50加元，而我現在有1100個綠寶石塊，這要是手動換的話可有點太不健康了，所以現在就需要用到一樣東西，那就是目標顯示器。這個就放這兒吧。然後我們先點開這個目標顯示器，把它這個目標給選擇一下，先找到那個綠寶石啊，找到綠寶石的那個任務，10層綠寶石塊啊，就是這個10個綠寶石換80個50加元。OK， 直接點擊接受。好。現在的話，這個目標顯示器就可以自動幫我們完成就是說去提交這個綠寶石了。但是這個任務一次需要提交10個綠寶石塊，而漏斗的提交速度是一個一個提交的，這樣的速度完成一次任務需要好久，所以現在還需要用到一樣東西，那就是輸出面板。直接對着目標顯示器放輸出面板跟中段連起來，再給輸出面板上一個堆疊升級和3個速度升級，把效率拉到最高。然後我們再給它標記一下綠寶石，就是只輸出綠寶石，然後把綠寶石塊放到終端裡面，這樣就可以做到秒提交了。現在我只需要一直點這個80個50加元瘋狂領取就行了，就不需要我們一遍遍去提交了，非常方便啊，兄弟們。OK， 不是这麼快嗎？我1000個綠寶石這麼快賣完了呀？看一下啊，這波咱們賺了多少？差不多5000塊。哎，不是，這不對呀，1000個綠寶石應該是8000塊啊。堆疊升級提交物品會吞東西。那應該就是這個原因了，把堆疊升級下了吧，反正我們一次只是提交10個綠寶石塊，我真服了。那我們整4個速度升級就行了，好吧，反正他一次不是提交一組，只是提交10個，那我們4個速度升級應該還是搞得過來的。來吧，現在有50加元了，可以先消費一波了，剛刷的5000先用來在這邊換個智慧卷軸吧，先把技能點全部點滿比較重要。OK， 將近5000塊全部花完。然后這邊才出了2組多一點的智慧卷軸，那麼咱們先把這個技能學一下吧，把這個智慧卷軸全部用了。OK， 點技能，咱們先把附魔這邊全點了，好吧？每次攻擊時回血，這個可以點，攻擊時回血可以點，然後這個加閃避率，然後這邊加 15% 獲得翻倍的這個怪物掉落，這個獵人很重要啊。Later， 然後暫時的話就只能先點這麼多。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咱們再刷點綠寶石啊！我现在有這個怪物掉落物加成，現在刷綠寶石應該會更快一點啊！開刷！這一波的話，我們先刷個1萬個綠寶石，到時候可以把那個技能點都點完。點完之後，咱們可以再發展一下其他的，發展神話呀啥的都可以啊。2000 years later。OK， 簡單刷了個40分鐘，小1萬顆綠寶石快到手，這一邊是整8萬個50加元呀！接下來可以開始狠狠的消費了，無敵！終於要實現財富自由了，來吧，我們看一下這波咱們可以賺多少。不吞我的綠寶石，咱們肯定是能賺8萬的。但是這個4個速度升級速度會不會太慢啊，兄弟們？我再整一個輸出面板吧，不然它這個速度太慢了呀。這邊4個速度升級放上，再標記一下綠寶石塊。OK， 那現在的話，3個輸出面板對着這個目標顯示器，那基本上就是12個速度升級，對吧？12個速度升級，那這會兒這個提交速度應該夠快了吧？我就不信這會提交速度還不行。現在速度應該很快了啊，對，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秒領了。OK， 終於是領完了，兄弟們。然後我看一下到底有沒有8萬塊，好吧？希望我已經把這個堆疊升級給下了嘛。我堆疊升級下了之後，他應該不會吞我錢的吧？1組、2組、3組、4組、5組、6組、7組、8組、9組、10組，差不多。這裡6400加1000，差不多就是8萬塊，無敵！我已經是萬元戶了，兄弟們。接着可以開始消費了，這8萬塊足夠我拉滿戰鬥力了，依舊還是先買智慧卷軸，把技能點全部拉滿吧。啊不是任務，先把這個技能點給它點滿，直接先拉滿技能點，然後再考慮其他的。然後這一波換了將近300個智慧卷軸，全給它用掉。完了，多換了2組。剩余技能點259 ，OK， 這邊點完的話，咱們就可以把這邊拉滿了。然後接下來點吧，狠狠點，把這邊全部給它點滿。
OK， 就這樣了，430的技能點直接拉吧，全部點滿之後就是這個樣子啊，不知道怎麼點的可以截個圖參考一下。然後接下來先整一套裝備吧，這邊我是決定來一套胳膊套的，但是裝備一定要在工作台上面做，如果在合成終端裡面做的話是吃不到我剛點的這些天賦的加成的，所以一定要在工作台上面做。我之前就做了2套胳膊套，但是沒有在工作台上面做，所以沒有吃到加成。现在直接把2套在工作台上面合成一下就可以吃到加成了。我这个装备上面就会有这个什麼閃避啊，然後護甲會高一點，盔甲韌性會高一點，還會有生命值、隱蔽啊，什麼各種屬性，並且我這個還會多一個額外的寶石槽啥的，是吧？就是吃到我剛才點那個技能加成了。然後咱們為什麼要準備2套胳膊套呢？因為我要整無法破壞，直接這2個給它敲一起。好，它這樣就會變成無法破壞的。你給它上不滅，上各種修補附魔，它都有可能會壞。為什麼會壞呢？因為有時候會遇到那種破魔怪，它會給你那個附魔給封印了。附魔封印之後，你這個裝備就會被打爆，對吧？但是這個無法破壞的話，按理來說是不會壞的，好吧？來，全給它整成無法破壞，好吧 ？OK， 全套無法破壞胳膊套，而且是吃滿我這個技能點加成的。這個地獄合金道爬吧滾！然後接下來就是搞一下附魔，先把這個附魔搞了。我們先整個高級附魔台，再升級一下進階高級附魔台。OK， 擺這個位置。OK， 搞定。但是光有這個書架和進階高級附魔台沒用啊，它還是有很多附魔附不了的。比如這個我放上去之後，你看它底下都是一堆亂碼，附不了，因為我目前這個位階不夠啊，對吧？想要附魔更高級的這個附魔，就需要這個位階更高一點。這個位階的話怎麼提升呢？就需要用到神話的書架。然後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裝備的附魔給簡單附魔一下吧。頭盔的話加個彈射物保護，全套保護石裝甲9。接下來鐵魔法，咱們把鐵魔法那幾個卷軸給它整出來，然後咱們拿個頹殘之書，先這個遠古典籍、遠古法典。哎，我沒有毒馬鈴薯，我自己種一個應該問題不大。哇，你走開啊！哦，出了毒馬鈴薯可以。蹲下右鍵女僕，你想幹什麼？啊，你不好小一隻啊，兄弟們！すごい，來個相符，擊破術再來一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進化，就是這個。然後接下來咱們把這個各種法術卷軸全給它放上吧。擊破術、相符、超負荷、神聖守護、雷暴、烈焰審判，再來個進化。OK， 搞定。然後接下來再發展一下神話。OK， 先搞點寶石粉，簡易重組台，然後回收台。對我武器感覺也得換一把。我做個紫金刺劍吧，兄弟們。這邊先買一個武器部件，直接鐵魔法材料這邊，然後整把紫金刺劍，我看一下啊，這就是一把非常便宜的前期武器啊。選擇紫金刺劍主要是神話起源把回響打擊這個法術卷軸的合成配方給它搬掉了，所以我剛才才沒有做回響打擊的。但是這把紫金刺劍是自帶回響打擊的，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做紫金刺劍的原因了。反正這個包的數值是基本不靠武器的，直接給紫金刺劍附個魔先，殺手加狂怒，然後下面的附魔需要之後再整。目前就殺手加狂怒加噬魂就行了。然後現在咱們做一下高級重鑄台，神話材料這一塊，買個神話材料，這邊玄奧砂整2個，這個它挖了。接下來發展神話的話，就是給武器和裝備上個神話詞綴，然後再上個神話寶石。神話寶石的話，這邊可以直接抽無瑕和完美的，但是種類太多了，想抽到有用的很難，可以說是基本不可能，所以我是不可能去抽的。因為之前刷衛道士的時候，神話寶石都爆了一堆了，所以神話寶石根本就不是問題，好吧？不夠的話再刷就好了。寶石切割台先整一個，這個寶石先不着急打吧，我們先給這個裝備開孔，先把材料買一下。神柱珍珠15個神柱珍珠，咱們先整一波，先開裝備了。這個重鑄台開孔，裝備的神話詞綴啥的可以都不用看啊，只需要看它給裝備開到幾個孔就行了。因為詞綴啥的後面都是可以用強化台拉滿的，所以無所謂。這個神柱珍珠最高是可以給裝備開到3孔，由於我天賦給頭盔點了一個額外寶石槽，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最高都是4孔，所以隨便拿一個4孔的就行了。不過個人建議拿第一個，因為消耗的材料最少嘛，而且還都是4孔。這個3孔的拿了 ，OK， 那裝備的話就是優先拿孔最多的，頭盔和褲子啊，不是頭盔和靴子，它是額外多一個寶石孔的，所以拿4孔，然後胸甲和褲子的話拿3孔。接下來是武器，果斷第一個搞定，然後再上寶石。首先就是先整一個這個完美的王石寶石，無瑕皇石寶石，然後神柱珍珠寶石粉，直接敲。
OK， 无限宝石，宝石雕琢工，完美的黄石宝石来了，兄弟们。给头盔上的话，可以加 55% 所有属性，非常牛逼这个東西，直接給頭盔整上。再給頭盔上個完美的戰神寶石，加 110% 的攻擊傷害，這麼誇張嗎？無敵！給武器上個完美的武士寶石，加個 110% 的暴擊率，神話暴擊率可以無限往上疊，收益是不會有上限的，疊的越高，傷害就越高。完美的一流寶石，給血指加 55% 的閃避率，然後翻個倍，直接加 110% 的閃避率，不是那這不是100%閃避了嗎？然後再給頭盔上兩個完美的戰神寶石，直接他喵給頭盔上，頭盔直接上3個戰神寶石。看我現在數值啊，255的最大生命值，150的護甲，743的攻擊傷害。然後看一下我的秒傷，哇，我的一劍下去就是3萬血。然後再給武器上兩個完美的戰神寶石，增加暴擊傷害、暴擊率、暴擊傷害，直接拉吧。那生活寶石暫時先這樣吧，之後再給它完善吧，也算是勉強把這個神話寶石沉澱了一半吧。看一下現在的秒傷如何？回向打擊，來，這個傷害是多少？告訴我。